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怎么有点羞耻感？今天呢、我特别兴奋，因为呢，我们大叔开播至今还没有做过心理测验。对，那卞叔今天要完成我们的愿望啊、那卞叔今天带来了一位神秘嘉宾，我们请卞叔介绍一下。好的啊，这位嘉宾是我10多年的朋友了，他叫 Gigi，就是这个朋友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失踪了的话，然后全世界只有2个人可以找到我，一个是我妈，一个就是 Gigi 了。哦，说不定 Gigi 说不定你给 Gigi 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好正在他家的沙发上。是做一些心理治疗的意思吗？不是，就是那么好的朋友，就是真的哦就是那么重要，那么所以铁的朋友。所以有一天大叔中文找不到卞叔的时候，我们要赶快联络打电 Gigi。对找Gigi要人，对，对，好哇，Gigi 既然是这么重要，那我们请 Gigi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好，大家好，我叫 Gigi 啊，我也是笨的研究生同学，也是他的好朋友，很高兴可以今天有机会参加到大叔中文的这个聊天室，跟大家一起聊聊天。节目一开始我比较好奇，Gigi 你是哪里人？山西人，哦，山西的，山西人。参叔，你不是住在山西吗？我是陕西，是陕西，对不起，我的地理不太好。我觉得对外国人特别不友好，因为那个如果写英语的话都是 SHAN， 但是陕西的话会加一个 A， 就陕对 SHAA 啊，拼音我不知道，对，等一下，我们好像跑题了。等一下，好了，Gigi，你在山西哪里啊？我老家是山西太原，但是我现在住在北京。我现在住在北京。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做心理测验，我本身很好奇哦，Gigi 为什么会对这种 MBTI 的心理测验这么有研究呢？不只是他，因为我这次回国之后，发现好像我就是5年前出国以前，大家聊天的时候都会聊星座什么的。然后这次回国之后，跟我的朋友聊天，大家都是你是 I 人还是 E 人？然后你的那个16个人格里边你是哪一种？然后就感觉现在好像是看那个真人秀里边，大家也都在聊这些东西。对，很火。OK，那 Gigi 你为什么这么有研究呢？就是对这个 MBTI 的东西，然后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对，是什么？我们都不是很了解，我们是老古董，可能不清楚。对，好呀。其实呢，我对 MBTI 也是近2年吧，才开始会去喜欢看一些相关的书，或者是会看一些相关的这个短视频分析，甚至是我也有关注，就是一些社交 APP，就是短视频 APP 上面有很多这种心理博主去会做一些直播连线的分析，就是其实在5、6年前，就是我也有接触到过，但是当时因为这个 MBTI 里面一共大家知道涉及16种人格，然后分别用4个字母来代表和组合，然后当时我就感觉好复杂呀，然后我就没有特别的弄懂，然后直到就是最近几年啊，我感觉有可能是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就是逐渐变大，然后我可能需要就是有一个就是自我调节的一个保护机制就突然打通了，开始了。然后就是再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就是也不知道是从哪个瞬间就开始逐渐听进去了，尤其是当我应该是无意中找到就是刷到了一个分析我这个人格的短视频之后，我就感觉哇塞，就是我找到了共鸣，其实简直就是我本人。然后随着我就是逐渐的去通过这个视频来去不断的去了解，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其他的人格都是一个什么情况之后，就是我以前生活中或者是在跟人际交往中的很多困惑，就是似乎解开了。所以我是觉得对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是有一些帮助的，然后这个兴趣就逐渐变得浓厚，然后我自己也会去看一些这些书，然后也比较喜欢去跟别人
聊天去了解一下，尤其是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帮他们看看，首先是看看他们是什么人格。然后再去看一下，哎，他们这个人格背后可能会有哪些特质？那这样的话，就是哎，就好像就是有时候分析的过程中，就会觉得，哇塞，还真的，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对我的朋友似乎也更了解了。然后在今后跟他们的相处交往的过程中，哎，似乎就是之间的这个矛盾啊，或者是就是沟通就会变得顺畅很多。对，是这我样大概。怎么感觉我好像有一种小白鼠的感觉？我肯定已经被你分析过了，看对不对？穿了，分析的透透人，对，对，但是这个MBTI 是什么呢？其实它是基于这个心理学大师荣格他的一套这个荣格8维的理论的基础上呢，被一对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母女衍生出来的一套测试题。对，所以这个分析呢，它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科学依据的。依据，但是这对边就是想提前跟大家就是说清楚，就是它只是说是一个测试，会测出我们的一个人格底色，就是你的这个性格倾向，或者你的这个人格倾向是哪些，但是不建议大家去对号入座，或者是用这个测出来的你这个人格去定义你自己或者是别人，就是还是没有必要把自己去圈定在这个人格里面。对，因为我对们自己呢，在这个成长呀、生活还有工作，包括与人交往的这个经验中，就是我们的周边也会逐渐的去改变我们的很多选择，对吧？所以你有时候你第一次做这个题，跟你几年后做这个题，甚至可能答案是不一样的，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对，所以 Gigi，你的意思是说，这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可能会随着年纪或你处的环境不同而改变，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对不对？其实按照就是这套理论来说，它测出来的更多的是你的这个人格底色，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你童年的时候你最纯真，你出生之后就是你最纯真的那个底色。所以那个是更准确的。当然，就是随着这个你这个成长，对吧？然后你会有所改变。所以你在做题的时候，因为毕竟是你自己去做那个题嘛，然后大家之前也有做到那个题，就100来道题也挺多的。有的时候可能做的好烦呀，或者是说这个答案好像挺模棱两可的，我也不知道选什么。可能我今天想选那个，1年后又想选这个，所以它可能是有一些浮动。但我想说的就是，它可能需要如果有耐心、有兴趣的话，可以沉下心来，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中去多测几遍，它可能会做出来更准确的答案。但实际上，这个人格底色是不会特别的去改变，不会改变特别大的。哇，很有意思哎。这个题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然后这个真的很火，在各个语言都有，所以大家就是有空可以做一做这些题。对，其实我今天早上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它测出来的答案，我当然现在不会讲啊，等一下我们来玩一下这个游戏。然后我觉得它测的很准非常准。我不晓得，我觉得描述我觉得真的感觉就很像，几乎有8成9成是符合我的个性，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值得来做一下这个测验。一会儿 Gigi 还要分析一下我们3个这个人格在一起。怎么样相处？不过在继续分析之前啊，我真的很羡慕啊，就是Ben叔。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希望我身边有一个像继续这样的朋友。就是无聊的时候，或者是我很想了解我自己的时候，他就可以分析我的个性。然后如果我们闲聊的时候有这样的主题，我觉得会很开心整个感觉。我跟你说，我这次回北京，我住在 Gigi 家。我们俩一般人不都是拿电脑做题吗？这个 Gigi 就拿着手机跟我躺在沙发上1个小时，就是他念，然后我来告诉他答案，他用手机帮我选，来确定我的人格。但是真的 Gigi 太有耐心了了吧？但是在这个做题的过程中，我能大概猜出来，因为就是可以先小剧透一下，就是一般情况下对这个测试题感兴趣，或者是在做题的过程中能找到乐趣的，一般就是所谓的蓝人，是紫人和绿人多一些。紫人跟绿人，一共有4种人啊，有4个就是那个16个人格好像被分成了4种颜色，对吧？有紫人、绿色、蓝色、绿人、黄色对吧？还有对。所以你是紫人是吗？
不是你问这块儿可以再跟大家等说细一点，就是绿人和紫人呢，它这个第二个字母是 N。一般对 N 开头的这个人格呢，它会是就是因为 N 它表示的是 intuition，就是一个直觉感觉，就是像思维或者是想象力会比较丰富的一类人，他可能这类人对心理测试这些就比较感兴趣。当然跟他相反的是 S 人，S 人就是表示实感，实感的话是指的我对这个当下发生的具体的事物和事情会更感兴趣，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哎呀，这些测试是不是就是一个游戏呀，或者好无聊，有什么用呢？就是 S 人的口头禅就有什么用呢？所以呢就会觉得做出来很痛苦。所以如果蓝人和黄人去愿意做这个测试，那一定是有一个绿人或者是紫人在逼他做。很有意思哎，哇，这个我真的迫不及待了。我们就是句句，我们如果3位大叔要跟你做这个游戏，要怎么开始呢？大叔，大叔，大叔，大叔有声书，中高级学习者的听力材料。或者是就是这样吧，那就按照4个字母，我来依次去就这几个字母所代表的这个人格来问几个代表性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要不我们可以让这个意思变得更有趣一些。我问一个问题，然后你们也可以互相猜一下，哎，对方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倾向，然后这个人再说出自己的答案来。OK， 好复杂，好，不会，因为每一个人格它是有4个字母的嘛，所以 Gigi 他想要判定一下我们每一个字母是什么，然后组合起来就知道我们那个人格了。了解。好，来吧。好，那第一个呢？第一个一般是 E 或者是 I， 这个就是最好理解的，就是 extrovert 或者是 introvert。但是呢，外向和内向，对吧？对，今天先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在我们至少从我的传统意义理解上，就以前啊，就是我还没有了解 MBTI 之前，我的这个传统印象就是，哎，大家好像说 E 人外向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很活泼，很爱跟人说话，话很多，对吧？那 I 人是不是就是内向，然后社交恐怖分子，对吧？就是那种比较害羞，就是怎么就是比较闷的一种人格。就像我小时候，我爸妈对我的评价就是，哎呀，这个孩子非常的害羞，不爱跟人接触，然后我们一定要锻炼他，就他会觉得，哎，这个内向的小孩好像就是会不会有一点就是心理问题，或者是说他的表达能力不行，就是觉得好像这似乎是一个缺点，然后就想尽办法的需要改变这个小孩，想让他变得更E一点，似乎好像E人在这个社会中更容易受到更多的认可，包括在工作中也是，哎，可能领导啊，或者是说HR 他可能会觉得，哎，有一个艺人这样的一个下属或同事，可能就是会是一个更好的倾向，对吧？但是在这个 MBTI 里面，它其实 E 呢，它是指的是说，哎，他获取能量的方式是什么？比如说艺人，我获取能量的方式就是通过吸别人的阳气，就是我喜欢去 social， 就是看到人多的地方我就开心，从 social 中来获取能量，然后人越多，我跟别人去玩越开心，我就能量就我这个电力就会越满。那 I 人就会相反 ，I 人他并不是说，哎呀，我社恐，我害怕。I 人只是说我会从社交中去消耗能量，就比如说我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刚开始可以是社交满格的情况，但是随着我的这个社交活动逐渐增多，我的是电量耗尽的一个状态。那耗尽完了之后，我就想回家歇着了，我可能就没劲儿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你看这个人你是不是累了呀？对吧？就是所以 I 和 E，对，好清楚，好清楚。那我就是 I 人呢，我就是 I 人了。你还没问问题呢，其实还没问问题，不一定。那这个问题就是假设你就是工作了一整天，有一点累那有一点累了之后呢，就是你是更愿意跟朋友出去玩来去消解你这个工作的疲劳，还是你更愿意回家去歇着，一个人歇着？我觉得我们3个答案应该是一样的吧？对啊，按照这样方面，我就躺在，所以我们对我们要个别回答吗？还是可以啊，或者你们就分别说一下自己的选择呢？那我肯定就躺在沙发上玩一玩手机啊，或者是打开电脑看个电视剧，不会说想再跟别人聊天了。对，
我觉得我也是，我如果工作一整天很累了，我绝对就算朋友打电话来邀约我出去唱歌啦、吃饭，我是绝对会拒绝的，因为我觉得很累了，我可能会在这我未必什么的。我未必真的吗？对，我一半一半。蔡嫂就会聊，不是和灿嫂呢，他是个大 I 人，说实话，他是需要自己一个人独处，需要获取能量的。就是我未必，我看情况，有时候真的很累，我自己可以待着。要是真的这个朋友很有意思，我也愿意出去，也通过 social，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 social 获得能量。真的，我跟你俩不是完全一样的啊！你不要为了变成 E 人不是被爱变异啊！真的灿叔这样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对，我并不是完全需要独处，这个是。但是你已经工作了一天了，现在有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你就已经有点累了，你现在需要充电，你会选择跟别人聊天，出去吃一顿，还是自己？可以啊，比如说好朋友要我出去喝酒啊、吃饭，你还是烧烤，没有一个倾向吗？没有一个倾向吗？那就是偏 E 喽，感觉是偏 E 多一点。我可以，我会愿意。其实我们家整个氛围就是这样，所以我其实从小我就是这个状态。只是说这么多年工作了，可能还有和一个大爱人在一块儿，我可能有点习惯在家里待着，但是我内心其实是愿意出去的，愿意出去的。对，我觉得你要不是艺人，我们3个也很难凑到一起。对啊，大家都爱人去了，都独处去了。但是 I 人和 E 人他其实也是有一个比例的，因为大家那个做完题是能看到它有一个百分比，对，就是如果你的那个值不是特别极致的话，就是说明你还是可以就是比较多变、比较灵活的。是的，对，好，理解。下一题可以再问一个，就是还是判断 IE 的，就是一个周末吧，周末当然一觉起来大家都精力充沛啊，然后我们约好了跟好朋友一起出去玩。对吧？那就是吃完饭，比如说白天我们一起去郊游了，郊完游之后又去吃饭，然后呢，这会儿你可能有一点就是你是更希望我们这一天都是跟朋友在一起有不同的活动，就是玩好几场，还是说你会玩几场之后就觉得差不多了，我就要想回家了，对后面的场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就已经安排好了，但是中途要不要退出是吗？或者是说安排好吗？没有强制你啊，就比如说再举一个极端点的例子啊，就是你假设你还蛮喜欢蹦迪的，但是一般蹦迪不都是蹦好几个场嘛，对吧？这个场蹦一蹦，那个场蹦一蹦，那你是喜欢蹦1-2场尽兴就好呢，还是说会想要蹦到天明？那就蹦1-2场就行。我也蹦1-2场吧。我可能连蹦迪都不会去吧。我这个在台湾叫续拖啦，意思就是说一个活动完了，你会不会如果有朋友邀约，你会不会再去另外一场活动？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也不会，我可能会考虑回家休息。有心仪的对象的话，我可以蹦到天明。对，我觉得Gigi之前说的有些东西很有道理，就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我们成长，其实有很多外界的这个环境的影响，我们其实很多东西已经在改变了。就是我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大学的时候，我们成天出去玩啊，我是愿意这样做的。在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这种事情对我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会考虑。所以你还要考虑童年的时候的你，那个测你的底色的那个对，童年的时候、小时候的状态。对，就是可以不用考虑，就是我是不是身不由己？就拿我来说吧，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大 I 人，但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就是我需要跟客户去应酬，然后我的客户呢又是一个喜欢或者是说安排跟客户应酬的这个人呢，就是他往往会安排很多场。然后其实但是就是刚开始就是年轻的时候，当我刚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想我要跟我的客户搞好关系，我要就是引起我客户的注意，然后我要拿到这个单子，我就会就是不停的去参加他在的所有的场，然后当时我的内心并没有觉得好累啊好烦呀，而是觉得天哪，我只要再努力一下，对吧，我可能就会看到结果，所以我还是
给人的那种感觉，哎，好像我还挺 E 的。但是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会问一下我内心的声音，哎，我真的就是想要去吗？或者是有时候在那个人群中，其实我回想一下，大部分时候我虽然人在那儿，但是其实我的心里还蛮憔悴的。我当时心里会想，天哪，这个局怎么还不结束啊？这个人怎么还不累呀？对对对对，是的，我觉得会这样就是可能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可能慢慢或者有家庭之后了，可能就不会想要太参加饭局这样的场合。对，或者是说，即使我人在那里，那可能是因为，哎，我不好意思拒绝，对吧？或者是因为有一些利益关系，但是打心里，我可能是更希望回家休息的。好，所以好了，我们就强硬的把灿叔划为艺人吧，我跟茶叔可以爱人，Gigi 可以就这样直接划分吗？就是我们这个只是一些代表性的问题啊，它可不一定那么准，但是能够判断出来一些程度，可能会稍微偏移一点。对，我们测完4个字母，看看跟你们之前做题的那个答案是不是符合的。OK， 好，那现在我们就轮到第2个字母，就是 N 和 S。N 的话，其实就是这第2个字母就是简单来说啊，N 人。N 人的话就是思维比较活跃，说白了就是你能非常快速的理解别人在跟你说什么，很快的能了解别人，就哪怕他这句话没有说完，哎，你就能大概 get 到他什么意思了。然后 S 人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说啥呢？就是或者是说，哎，就是他可能 S 人在跟别人交流的过程中，他可能希望对方的表达能力非常的强，表达的非常清楚，然后会因为他想要知道非常具体细节的东西，然后他也会比较喜欢问，哎，这个是什么，对吧？就是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这类就是比较实在的一些问题。但 N 人的话就是更偏天马行空一点，大概是这个区别。那可以简单问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日常发呆的时候会仰望一下天空上的云，然后如果看到这片云之后，你们就是脑子里会不会有一些想法？就是它好像什么什么什么，是这样的吗？还是说别的想法？你会吗？就是可能觉得它是什么形状，任何想法都可以，就是你脑子里会不会飘过一些想法？我每天反正大脑里就是都有计划了，要做什么事情，很难有就是停下来去看看云的这种情况。我如果看到云也不会想太多。那感觉就是偏 S 了。我看到上面有时候会想很多，甚至看天空有时候感觉像海底一样，那个飞机像小虫子一样，反正各种东西都会想出来。啊，真的吗？对啊，我本来喜欢写故事嘛，这些东西会有很多想法。停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但是不是每天都会看，就是偶尔驻足的时候，脑子里头会仔细的看一看，想一想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会跳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会有。对，那这个还蛮典型的 N 的。N，所以我们等一下把这个字母写下来，对不对？对，可以记一下。对，然后我的话。我觉得我跟Ben叔一样忙的时候，我是不会有那个想法去看天空的云。但是比如说最近早上我都会去散步，然后有时候坐下来之后，我就会看看云，然后就会觉得，诶，它应该是什么形状，或者是这片云等一下会飞到哪里，或者是等一下会不会有飞机从云层里面出来。怎么有人在笑？是瑶瑶在喊，瑶瑶在喊。好，那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如果我有机会看到云的话，我会去想一些跟云有关的东西，或者是会不会有鸟啦，或者是有飞机从里面飞出来。我会觉得，或者是有个王国吧，就在云端上，我会这样去思考一下。如果看到云，我一定会有一些幻想性的东西吧。那就是 Richard 和灿叔应该就是还是偏 N 的，因为你们的思维会比较产生一些联想，然后会比较发散，然后会进行很多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脑子里会自己上演很多小故事剧情，会有电视剧出现啊。对，因为S 人吧，他就是我周边的很多 S 朋友，他其实就是聊天也能大概看出来，就是他会很喜欢跟你分享一些就是
身边发生的实实在在的跟他有关的事，就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又怎么着了，然后最近就是今天天气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说菜市场的价格什么什么，这些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就是没有太多想象力，对吧？就是不是天马行空的那种，生活上比较有关的，就是我，对啊，那我就是具象化的 S 人，具象啊，具象化具象一些。对对 N 人就是很喜欢问，假如假设怎么样的话，我会怎么样，会喜欢问一些就是可能在 S 人看来似乎有点就是不着调，就是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吗？可以理解。我确实没有什么想象力啊。对，不过蛮有意思的，这个问题蛮有意思。对，所以就是当 N 值特别强的人，他还蛮适合去做一些创作的，艺术创作、文学创作，因为他的这个思维会比较活跃发散。对啊，菜叔、茶叔都写过东西，写过书，我觉得，我还没有，还蛮准的耶，还蛮准的。发掘了 N 人的这个人格的这个优势。他们有声书都做了好几本了，我还停滞不前。但是 S 人，因为其实这些人格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坏，对，其实都是有彼此的特点的。对。那但很有意思，因为灿叔和茶叔的那个有声书是有一点偏故事类的，我做的东西就比较想做那种实际的，就是那个机场怎么看一些标语啊，火车站怎么坐火车呀。对，我想的就是这种的，我觉得突然你一说，感觉还蛮有道理的。对，有道理。你比较脚踏实地一些。对，你要我做旅游书，我不想做。对，你要让我写那种故事的，反而我觉得很难。那你们是很好的这个互补。对，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好，下两个字母，下一个就是那个 T 和这个 F， 这个其实也比较好辨别，因为 T 就是那个 thinking，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认为就是这个理性逻辑的一个代表，然后那个 F 就是这个 feeling， 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感受。那 T 人呢，他就是更偏这个理性逻辑思考的，就是他一般不太会有太大的情绪上的波动。那 F 呢，就是偏 F 的人，就是他是一个就是他情绪比较丰富，心思比较细腻，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共情能力非常的强，然后但也有可能会比较敏感。就是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平时看一些就是电影啊、电视剧的时候，会不会很容易就是被情节所感动，然后甚至留下几个小珍珠？就是我呀，Ben叔，你小珍珠，你的小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剧情怎么我眼睛还那个就是酸了就有时候就是意想不到的就会滴2颗小珍珠。就是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对，然后也可以问几个问题吧，就比如说就是如果你们的有一个朋友，然后来找你们，然后就是突然开始哇哇大哭，非常的委屈，然后但他什么还没有说呢，那他这一瞬间，你的这个第一反应是什么？咋了 ？OK， 发生啥事儿？灿叔你会说咋的？这咋了？发生啥事儿？那Ben叔你会怎么处理啊？我就是会思考，就是我应该说什么才会安抚到他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就先把他抱一下，都不讲话，就先抱一下这样子，等他哭够了，我再跟他聊一聊这样。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想问咋了，怎么突然就哭了？怎么回事？对，我一开始不会问，我就是先抱一下，然后拍一拍这样。对，还有刚才那个问题，你们俩没回答，就是你们看到电影伤心处，你们会哭吗？我偶尔会，我上回说过看那个 Inside Out 2，我就哭了，流泪了。对，就是但是这个不是常有的事情，不是常有。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也要分。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我很容易共情这个电影或电视的情节，就很容易流眼泪，甚至唱歌，听到一些很感伤的情歌，我也很容易流泪。年轻的时候会，但是现在这个年龄就比较少，会比较少。但是如果这个
我回想到我可能比较年轻20几岁10来岁的时候，的确是很容易被一些剧情或者是故事感动。对，那你就是  现在 F 人，现在跟比较少。我一样。对，感觉 Richard 和 Ben 偏 F，灿叔可能更偏 T 一点。就是会先启动自己的这个理性的这个机制。对，我老婆可能吐槽我共情能力没有，就是这样。比较少，天生没有，天生没有共情能力，天生没有共情能力。但是训练的也是有一些，但是确实不是很直觉的那种反应。但是 T 人虽然他共情能力没有那么强，但是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就像刚才这个问题，灿叔可能会说，哎，咋了，对吧？我可能想了解，哎，你为什么哭？我知道你的哭的原因之后，我可以来帮你解决这个背后的问题所在，对吧？那 F 人可能会像我的话，如果这人真的是哭得很就是很惨的话，我可能会跟他一起会先难受一下，我会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就是哪怕他什么都没说，我看到他哭，我就会很难受。这种就是我的 F 值是属于非常高，我看抖音看到一只小猫死了，那可能都会比较难过。OK，我觉得是 F 人，就是这次跟我室友旅游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玩，我一直在担心他就是对我的安排感觉怎么样啊，或者是突然路上他一抱怨叹气的时候，我就马上就共情，就觉得啊，为什么他突然抱怨，我哪里做的不好嘛，就很累，很累啊。就是你很关注别人的情绪，对，我的 F 值应该是最大的，应该是蛮高哎，很敏感，同时你又很敏感，你很担心，就是别人会对你有一些不好的这个看法。对，OK， 有意思。好，你们两个。那最后2个字母，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是 J 还是或 P？J 的话就是 judging，就是你的这个判断是吗？P 是这个 perceiving，这个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你是一个比较喜欢有规划的人，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就是到了那一步再看。这个灿叔是 P 人吧？灿叔喜欢规划吧？应该先让 Gigi 问问题，先让 Gigi 问问题，好吧？就是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们要出去旅游的话，就是你们3个人中谁是会做那个最详细攻略的人，或者谁会最主动牵头来说，哎，就是我们哪天要干什么，会做这种比较详细的规划。详细肯定是笨叔吧，我不喜欢。我肯定喜欢做这种，对我如果是旅游的话，我肯定会愿意就是接过来，然后规划好每天做什么，然后在哪里买票我都会查好，然后哪些景点呢，然后也会问一问他们2个最想去哪里啊，参考综合的意见，做这种详细的安排。应该是，但是得分事情吧。旅游可能是这个样，但是比如别的事情，旅游我是可能没有什么兴趣，我觉得让我安排我会很难受。但是比如说做事情的话，我会提前想比较多，要怎么做，哪一点怎么样，我会想很多。你会每天有一个那个 list 吗？有一个待办的事表吗？我没有，但是我会想，没有，我没有，我不像你俩这样。我听说你俩都有 list， 我没有 list。对，其实。如果以旅游来说，我本身是比较少旅游，所以我也不太喜欢做旅游规划。但是我一定要有一个朋友帮我做旅游规划，所以我去旅游我不会一个人去，我一定会带着Ben叔去，因为我知道这个人会帮我做旅游规划。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非常需要规划的人。如果我是跟灿叔去，我可能就会觉得很没有保障，我们不晓得明天要去哪里。对，我们俩就随便可能到处瞎逛。对，但是我会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没有安全感的，我会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知道旅游行程的人，或知道怎么玩的人带我去玩，我也觉得玩得尽兴，要么我就不旅游了。对，我会需要这样的一个人。那 Gigi 有没有别的问题关于这个？我还想再多问 Richard 一句，就刚才说的，你喜欢跟一个就是很有规划的人一起去旅游，就是你会有安全感，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你是想要有规划的，只不过是对这块不感兴趣？没有，没错，就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对，就是说可能不只是旅游吧，可能对于很多我不熟悉的领域或者是活动，我可能觉得这个我
我如果没有规划，我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尽兴的参与这个活动。所以我觉得，就算我不能规划，我也一定要找一个能够帮我规划的人来做这件事情。对。那我感觉我和你俩应该不一样，我有时候更随性，我没有那么多规划的东西。对，更直觉。那就是 J 人。这人会更喜欢规划一些。可以再问一个啊，就比如说是你们负责去筹办一个项目吧，或者是筹办一个就是会议之类的啊，然后发生了一些就是预料之外的突发情况。那发生这种情况之后，你们的这个第一反应是什么？比如说是焦虑，然后压力好大，好崩溃，还是会觉得哎，事情来了，我就是去解决它就好。解决，我就是解决，就不想花时间去抱怨，不想，我觉得那个是浪费时间，就是找到解决方案，搞定就 OK 了。对啊，肯定是解决，第一时间肯定是解决，想一下怎么去做。就是不太会，就是啊，天哪，天塌了啊，不会，我也不是这种人如果发生事，而且我会很兴奋如果发生意料不到的状况，我会很兴奋，因为我觉得哇。有一些东西可以处理了，当然事情进行的顺利很好，但是如果有突发状况，我肯定是不会抱怨，我反而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些变化球了，我要怎么去解决它，然后我可以找谁帮我一起解决，所以我反而非常喜欢有突发状况发生。而且我可能有时候甚至会评判一些人，就是说你为什么先让自己沉浸在这个情绪里干什么？先不是应该去解决问题吗？问题解决了就自然就通了，会这样。感觉灿叔的体质很高呢，非常理性的一个人。爱规划的是什么？是 J 人是吗？爱规划是 J 是比较喜欢就是按部就班，或者是提前安排好一套这个规则或者步骤之后，我再去逐一的去执行。P 人就是属于比较随性，然后更喜欢一些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也不是喜欢吧，就是如果有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或者是说至少不会像 J 人一样觉得天哪惊慌。就举个例子，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就是一个非常 J 的一个人，像他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家也比较远，就是需要先去坐火车再倒飞机这样，然后其中的一个这个行程，然后被航空公司改签了，然后他当时整个人就特别崩溃，然后就觉得天哪，我都安排好了，今天去干嘛，明天去干嘛，结果你突然给我就是把这个行程改变了，然后他就会情绪就会立刻变得很受影响。OK， 但如果 P 人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哎，就还好吧，就是可能不会像这人反应的那么强烈一些。所以刚刚那个问题，我们是属于 J 还是 P 啊？感觉你跟灿叔偏 P 一点，偏 P。我是 J 啊，我的行程被破坏了，我很生气的。真的，变叔是这种人吗？因为我都计划好了，那对啊，我要去长城，好不容易找到包的车，然后结果那个司机取消了，那我怎么办？就我还要想办法，但是我会很生气。你会很生气哦，因为我都规划好了呀，然后对，这人就会觉得我的心血被浪费了。如果是我就会觉得无所谓了，反正就顺其自然，然后解决它就好了。对，我会这样。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两个很习惯把这些情绪已经压下去了，不会让它浮上来了。对。好，那我们揭晓答案吧。就是我自己做这道题的答案是小护士，我是那个小护士是什么颜色的人？蓝人 ISFJ。很准，我就是这4个 ISFJ，就是刚才跟你说完之后，我记下来这4个字母就是 ISFJ， 就是那个小护士，对吗？守护者是不是？小护士，小护士是 ISFJ， 它的一个代号，也可以说这个小护士是 ISFJ 怎么说？就是它会有一些标志性的一个职业对应，因为 MBTI 这套测试其实被很多这个企业用在HR 选人的过程中，就是什么样的人格，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岗位。所以我适合做护士。说你是护士，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变叔帮我打针的样子。他会很照顾别人吧？我觉得应该是。对，就是照顾别人的这一类职业。
然后打针的时老师啊候会问说，哎，这个会不会痛啊？要不要小力一点？就是比较温柔、比对较善解的那种。很关心对对，人笨叔嗯在咱们3个团体里头就是这种人啊，的确是他比较那我小护士那我很适合做服务业，对啊，对对，对对对对，财务都老师也你管啊，适合你对啊，财务你管的很好呀，对啊，对，细是吧心的，对吧？要，嗯，我很有意思竟然是个好那我是个子的指挥官灿叔是啊真的啊，NETJ，指挥官， ，ENTJ，啊，你居然偏 J，对ENTJ 对啊，OK。很符合我对你的那个印象啊。所以就是指挥官的个性会是怎么样的？Gigi，那个指挥官，大家看到那个头像，应该就是一个那个大姐头的形象，拿个一个大姐头小棍子在指挥你，大姐头对吧？为什么是个对大姐，啊不是大哥？对呀，他不大叔画的是大姐头啊，对啊，对，对，就是一个性别无非常所谓。比嗯较强势的一个人格，就是非常适合当管理者。而且哦 ENTJ 这个人格，他是一个比较嗯卷，他会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然后对别人要求也会比较高。还好吧，我感觉我不是很准啊，感觉嗯，就他这个，但是蔡叔让我做什么，我很想服从他，很想做的那种感觉。真的吗？就有那个领导者的有领导者感觉，对。对我是比较喜欢规划这些嗯东西，其实很细的东西我不怎么对喜欢做的，对所以当领导就好了，安排别人去做，安排蓝人去做。蓝人就是就是 SJ 型的人，就是最后2个字母是 SJ 的，他就是那个蓝人。蓝人就是大家就是会开玩笑说啊，蓝人就是天选的打工人，天选打工人啊，对，很适合变叔，就是真的就是工作狂，天选的工作狂，对真的对对，老板我很最喜欢别人的告诉我做什么，然后我就跟着做做就好了。对不对对，然后真的是我老婆就跟我真的说，她让她自己去想一些什么东西，她想不出来，她别人给她安排什么活，她一定会做得非常好。她可能这个和笨叔是很接近的，她性格我觉得和你非常接近。对对，哎，那是不是指挥官这种个性的人，他是比较大胆，或者是比较会偏向就是会非常努力，然后整个人就是也很比较就是求上进，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很擅长去管理别人，管理团队。就3个人管啥？对对对，我跟贝叔就让灿叔管理就好。我们很懒得去想，也对啊，我们其实很懒得去想说哪些产品要怎么做，这个都是灿叔在想的。对对对，我们的大脑是灿叔，对。然后子人其实是怎么说，就是非常因为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格，像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种是商业的这个领域啊，很多的这个大佬啊，他都是这个子人，他不一定是大姐头，但是他基本上都是 NT 型人格。灿叔就是商业头脑很厉害啊，就是他现在在很懂他现在在读那些商业的书，所以很准，我觉得蛮准的。对，我也觉得准。公布一些查书吧。我的颜色跟你们也不一样，所以我们3个蛮互补的。我是调停者，就是 INFP。我以为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小蝴蝶。小蝴蝶吗？绿人。什么叫绿人？不过蝴蝶。不过 Gigi， 因为我自己做的测验是提倡者，不过都是绿色的，就是 INFJ。我自己做的测验是这个，那今天做的测验变成调停者。对，你之前跟我们分析一下吧，什么？有可能是 Gigi。有可能是你的 J 和 P 值，它可能就是50%多，或者是不是特别极致的那种，所以你2个角色可能会跳。我之前跟你很像，我做出来过小蝴蝶，但是我后来我就没有再管那套题了，我就是遵循我自己的内心，我觉得就是还是更偏向绿老头的，就是 INFJ。提倡者，提倡者，对。这个有什么说法呢？绿人有什么说法吗？对呀，绿人他就是代表着一个就是那个理想，就是这个绿人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情绪非常的充沛，然后很梦幻，然后很梦幻的一种人格，就是因为他
这个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代表字母是 NF，代表他我既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又有非常充沛的情感，所以这个绿人的这个角色呢，就是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真的，也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朋友，因为他会给你讲很多天马行空的事情前提是你也是一个恩人啊。茶叔讲故事讲太好，茶叔讲故事非常的细节非常的丰富，蛮准的，蛮准。对，然后N 跟 F 是我一定有的字母，对，所以蛮准的。对，绿人族，绿人族是非常好相处的一组人格，他跟其他的人格基本上都能相处，因为绿人族他有的时候他宁愿是牺牲一些自我的这个舒适程度，也要去去跟这个团体保持一个和谐，会有一点自我牺牲精神，但是绿人族他也会比较内耗。因为他情感比较丰富，然后有的时候会非常顾及别人的感受，他就导致自己可能会默默承担比较多。你俩都是比较顾及的，你们都不晓得我在默默内耗，默默承担。我完全不会内耗。对，茶叔同意吗？内耗不了一点。我觉得可能我跟你们说过，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会有这种内耗的性格，对，就是会牺牲自己，然后希望别人过得开心就好了。但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就比较不会，但是我也不是不内耗，就是说我可能看得比较开了，然后就把情绪放开，然后不会想太多，所以这个内耗的情况可能随着年纪增长会越来越少，我就比较不会去在意那么多东西。对，因为他们 MBTI 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测出来的这个人格，它是有一个低阶、中阶和高阶版的。所谓低阶，就是它的这个特色会非常的明显，然后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本身可能会被这个人这个特色就是里面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所压制，就像你刚才说的，小时候可能就是会很敏感内耗，但是逐渐长大之后，我就会发现，我要开始学会这个成长了，然后我要更爱我自己，我就会逐渐去战胜我这个人格中去压抑我的一些负面情绪，我开始跟他和解，然后就会逐渐变得自洽，然后会跟我这个人格一个共处，那这样的话逐渐变成一个高阶，那就是也是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吧。对，很有意思哎，所以我觉得这16个人格类型还蛮不简单的耶就是说它分的那么细，但是的确每一个性格都有它独特的地方。我最后还想问一下，就是 Blanche 你也是绿人，Gigi 你也是绿人，你跟茶叔你是绿老头，为什么茶叔是那个调停者蝴蝶？对，他为什么不是老头？你们有什么区别吗？蝴蝶跟提倡者，就是调停者跟提倡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老头和蝴蝶其实只差一个字母，就是最后那一个字母。对，然后不太一样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比例值不是很高的话，可能之间差别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如果这个值差别很高的时候，假设你是一个 P 值非常高的人，那这个小蝴蝶它可能就是会比绿老头更梦幻一点儿，然后在别人看来就会觉得小蝴蝶好像有一点迷迷糊糊的，就是比较觉得好像比较喜欢沉浸在一些自己的世界里，然后会有一些就是比较梦幻的想法，然后在 S 人看来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那么不靠谱呢。但是高阶的小蝴蝶的话，它就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然后创作能力很强，对，一个人格，很有意思哎，真的，那我觉得我会比较偏那个提倡者，就是那个老头，因为我现在也是老头。因为我现在是老头了，所以我觉得我会绿老头这个人格，就是他有一个特色，就是喜欢戴面具，就是千人千面。就是他会在不同的场合，你们不认识我吧？他会在不同的场合，因为绿老头是非常追求这个人际关系和谐以及团队的关系和谐的一个人格，就是他，所以他会戴上不同的面具来确保这个团队的氛围是 OK 的，在掌控之中的。所以绿老头呢，就是他的一个天选的职业是这个外交官，或者是对应的一个职业是外交官，因为他很适合去做这个和平的使
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披荆的斩棘的哥哥》啊，里面有一个 rapper 叫早安，就是通过看他们线下的一些就是交流的情况，能很明显看出来，一旦团队里有人有争执的时候，他是那个第一个蹦出来去就是来去做调停的。调停的，因为他就觉得，哎呀，他是受不了争执，就有争执尴尬症，一看到有人起矛盾或者吵架，心里难受，可能就是这个职责所在，他就是想要去，把大家的这个矛盾就调解一下。你提到这个团队，那我们3个就是3种不同颜色的人，然后性格非常不同的人，你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在一起还会持续下去吗？你有什么建议？时候散？这个什么时候好啊？你们这个团队就3个颜色，就是非常互补，非常的互补啊，可以发挥你们彼此的这个优势，对吧？灿叔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格，然后也很有自己的这个规划，然后思考也非常的理性，然后笨的话就是可以就是非常脚踏实地的会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对吧？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可以从内容上跟另外两位老师做一些互补。那这个 Richard 他就是也是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就是大家之间你们肯定是互补，然后可以让这个团队不论是你们的内容啊，还是你们的这个后续发展，肯定我觉得都是还是很好的。这个敢盖戳了。对，我觉得这代表大叔短期内是不会拆伙了，不会解散，不会。对，不过我觉得这个，我觉得难怪在大陆这个会火，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可能比星座还会有意思一点，因为它有16种不同的人格嘛，而且我觉得也蛮准的耶。对，分的比较细，然后分的很细，对。所以 Gigi 现在这个MBTI 这个心理测验，现在在大陆是很火红，对不对？是非常流行的嘛？怎么说呢？我感觉现在是一种新的这个聊天破冰的一个方式吧。对吧？对，就是遇到一个新的 party social 场合，你也想认识一个新朋友，就是可能会说，哎，你用这个你是什么这个人格去做一个开场。对，我听不懂，有人跟我说你是 S 人 P 人，你是 I 人 E 人，然后我就什么？好多人就问我这些。那 Gigi 对，那 Gigi 如果我们现在有很多学生或听众观众想要学习怎么样用这个东西破冰，那他要怎么去开始了解这样的一个类型或测验呢？首先就是他要是想去用这个作为破冰的工具，他肯定要先了解一下他自己。对吧？对，有道理，很有道理。对，你知道自己之后，才会好去跟别人有进一步的交流。所以，它这个 MBTI 是有一个官网的免费测试，可以先对，这个链接我放在视频下面。对，就是 Gigi 你的意思是说，建议如果想要用这个破冰的人，可以先了解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类型或字母排列的人，然后到时候跟别人聊，或许别人也已经做过这个测验了，那就可以开始聊这个。要没做过就拿出来，来吧，咱们做，现做，就聊起来了。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如果大家对这个心理测验这种测验的类型是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像Gigi这样子你可以先自己内心设定几个问题来问你的朋友，可能你就会度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天了。然后大家也写下来你们测试的结果是什么，然后你们觉得准还是不准，因为这个网站会告诉你一些基本的信息，一些描述，看跟你符合不符合，可以告诉我们。今天太棒了，邀请到Gigi老师来要叫他老师了，真的是心理老师真的我觉得非常准下次真的希望再过10年好了再邀请Gigi来看我们的个性会不会改变。对，好，那今天感谢大家那也谢谢Gigi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太棒了，这个变叔邀请这个嘉宾，当时我就觉得一定要把他邀请过来，太优质。谢谢。本来我就不相信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很好玩。主要是Gigi分析了之后，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自己看完自己测完，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听过Gigi这么一分析，我觉得是有些道理，很有意思。好，那么我们就跟同学们说再见喽。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做一下这个 MBTI 的测验。对，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再见喽。